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。男子进城购灾粮，长智慧，被乞丐跟踪，品人生。乞丐说：“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”在清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那会儿，南方有个叫云水村的小村庄，正遭着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村里头的人饿得面黄肌瘦，眼瞅着就要活不下去了。村东头有个叫李大柱的小伙儿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心眼好使，是村里出了名的孝子。他爹娘早些年因病去世，留下他一人，跟7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。这天，李大柱跟奶奶正愁着下顿饭该咋整，村里头突然来了位衣着光鲜的公差，说上头拨了些救灾粮，要村里派人去城里头领。公差还特意点名，说李大柱这人实在，让他去最合适。村里人一听，纷纷点头赞同，奶奶也催着李大柱快去快回。李大柱收拾了一番，带上干粮和水壶，就匆匆上路了。从云水村到城里头，少说也得走上2天。李大柱脚程快，一路紧赶慢赶，终于在第2天黄昏时分赶到了城里。城里头可比村里热闹多了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李大柱看得眼花缭乱，他照着公差给的地址，找到了发放救灾粮的衙门，领了粮，就打算找个客栈歇一晚，第2天再回去。李大柱找了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客栈，要了个房间，打算先填饱肚子再说。他刚坐下，要了点饭菜，突然感觉有个人一直在盯着自己看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门口站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蓬头垢面，瘦得跟竹竿似的，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手里的饭菜。李大柱心里头一软，想着这乞丐怪可怜的，便招呼小二多拿副碗筷来，让乞丐也一起吃。乞丐也不客气，过来就坐下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李大柱一边吃，一边跟乞丐闲聊起来。乞丐说他叫老陈头，原来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只因家道中落，才流落至此。李大柱听着，心里头更同情这乞丐了，便说：“老陈头，你要是没地方去，不如跟我一起回乡下吧，我们村里头正缺人呢。”老陈头一听，眼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说：“多谢好意，只是我这人闲散惯了，受不了那乡下的约束。”说完，他便起身告辞，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。李大柱也没多想，吃完饭就回了客栈休息。可他刚躺下没多久，就听见窗外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。他悄悄起身，从窗户缝往外一看，只见老陈头正鬼鬼祟祟地在客栈外头转悠，时不时还往他这屋里头瞅。李大柱心里头一咯噔，想着这乞丐该不会有啥不良企图吧？可转念一想，自己一个穷小子，也没啥值得人家惦记的，便躺下继续睡了。第2天一早，李大柱背起救灾粮，踏上了回乡的路。一路上，他总感觉有人跟着自己，可每次回头却啥也没看见。他心里头犯嘀咕，但又不敢声张，只好加快脚步赶路。这天傍晚，李大柱走到了一片荒凉的山林里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他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一个人影从暗处窜了出来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李大柱定睛一看，竟是老陈头。老陈头一脸严肃地看着李大柱，说：“大柱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跟我来。”说完，也不等李大柱答应，转身就往山林深处走去。李大柱虽然心里头疑惑，但想着这乞丐应该不会害自己，便跟了上去。2人走了好一会儿，来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前。老陈头停下脚步，转身对李大柱说：“大柱，其实我是你亲爹。”李大柱一听，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，他瞪大眼睛看着老陈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老陈头见李大柱这副模样，叹了口气，
说起了往事。原来老陈头年轻时是个浪荡子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后来他遇到了李大柱的娘，两人一见钟情，私定终身。可李大柱的娘家里头不同意这门亲事，硬是把两人给拆散了。李大柱的娘怀了孕，不敢回家，只好挺着大肚子来找老陈头。老陈头那会儿也没个正形，根本养不起孩子，只好把李大柱的娘安顿在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，自己则出去闯荡江湖。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0几年。老陈头在外头吃了不少苦，也想过回来找李大柱的娘和儿子，可每次都因为各种原因耽搁了。直到前几天，他在城里头听说了云水村发灾的事儿，心里头一紧，想着李大柱会不会就是自己的儿子。于是他一路打听，找到了李大柱。李大柱听完老陈头的话，心里头五味杂陈。他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、骨瘦如柴的老头，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就是自己的亲爹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啥，却又不知道说啥好。老陈头见李大柱这副模样，心里头也明白了几分。他低下头说：“大柱，我知道你心里头怨我当年抛下你们母子俩，可我也是有苦衷的，我别说了。”李大柱突然打断老陈头的话，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让我带你回乡下享清福去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们村里头不欢迎你这样的人。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。老陈头看着李大柱的背影，眼里闪过一丝失望和痛苦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罢了罢了，这都是我做的孽呀。”说完，他也转身离开了山洞，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。李大柱一口气走了好几里地，才敢停下来歇歇脚。他心里头乱糟糟的，不知道该咋办才好。他想起了奶奶，想起了村里头的乡亲们，想起了自己这一路上的经历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孤单，好无助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匹快马正朝他飞奔而来，马背上坐着个身着华丽衣裳的年轻公子，一脸焦急。李大柱心里头一紧，想着这公子哥该不会有啥急事儿吧？可没想到，那公子哥一到跟前，就翻身下马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说：“大柱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”李大柱一愣，说：“公子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认识你。”那公子哥一听，急了，说：“我是你哥呀，你不记得我了？”李大柱一听，更懵了。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公子哥，越看越觉得陌生。他说：“公子，你别逗我了，我哪来的哥呀？”那公子哥一听这话，眼泪都下来了。他说：“大柱，我真是你哥，咱爹他快不行了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”李大柱一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下又炸开了。他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公子哥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难道说刚才那乞丐真的是自己亲爹？李大柱心里头那个乱呐，就跟被猫爪子挠了似的。他瞅瞅眼前这个自称是他哥的公子哥，再看看自己这一身土坷拉味儿，心里头那个疑惑哟，就跟吃了没熟的柿子似的，又涩又堵得慌。公子，你别闹了，我真不认识你。李大柱磕磕巴巴地说，心里头却跟打鼓似的，咚咚直响。那公子哥一听这话，眼泪掉得更凶了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“大柱啊，我真是你哥，咱爹他快不行了，临终前就想见你一面。你要是不信，你跟我回趟家，你看看咱爹，你就知道了。”李大柱瞅瞅天，瞅瞅地，心里头那个纠结哟，就跟被麻绳捆住似的，动弹不得。他想，万一这公子哥儿说的是真的呢？万一那乞丐真的是自己亲爹，自己这一走，岂不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？可万一这公子哥儿是骗子呢？
自己这一去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，有去无回？就在这时，李大柱突然想起了奶奶。他心想，奶奶从小就教自己，做人得讲良心，得对得起天地良心。要是自己不去看看，将来咋跟奶奶交代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一咬牙说：“好，我跟你去。”那公子哥一听这话，立马喜出望外，连声说：“好好好，咱这就走。”说完，他一把拉起李大柱，翻身上马，两人就朝着城里头飞奔而去。一路上，那公子哥儿跟李大柱讲了不少家里的事儿。他说他们家里头原来是大户人家，后来因为一场大火，家道中落。他跟咱爹逃了出来，可咱爹因为受伤，一直没能找到大柱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在打听大柱的消息，可始终没找到。直到前几天，他们在城里头听说了云水村发灾的事儿，心里头一紧，想着大柱会不会就在那儿。于是他们就连忙赶了过来，没想到还真找到了。李大柱听着公子哥儿的话，心里头那个滋味哟，就跟打翻了5味瓶似的，啥味儿都有。他瞅瞅公子哥，再看看自己，心里头那个感慨哟，就跟吃了酸白菜似的，又酸又涩。不一会儿，两人就到了城里头。那公子哥带着李大柱7拐8拐，来到了一座大宅子前。李大柱抬头一看，只见宅子大门紧闭，门口站着2个身材魁梧的家丁。他心里头那个忐忑哟，就跟被猫抓了似的，直痒痒。那公子哥跟家丁说了几句啥，家丁就打开大门，让他们进去了。李大柱跟着公子哥儿穿过一道道走廊，来到了一间屋子里。屋子里头摆了一张大床，床上躺着一个脸色苍白、气息奄奄的老头。李大柱瞅瞅那老头，心里头那个震惊哟，就跟被雷劈了似的。他瞅瞅老头的脸，再看看自己的脸，心里头那个疑惑哟，就跟被雾遮住了似的，啥也看不清。那老头一见李大柱，眼里立马亮了起来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一把拉住李大柱的手，说：“大柱，我爹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”李大柱瞅瞅老头，瞅瞅公子哥，心里头那个乱呐，就跟被狗咬了似的，不知道咋办才好。他想抽回手，可老头抓得紧紧的，说啥也不放。就在这时，那公子哥儿突然跪了下来，说：“大柱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其实咱爹他早就死了，这是咱爹临终前的遗愿，他想让你回来继承咱家的家业。”李大柱一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下又炸开了。他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公子哥儿和老头，心里头那个愤怒哟，就跟被火烧了似的，呼呼直冒火。他用力一挣，甩开了老头的手，说：“你们咋能这样呢？你们这是骗人，这是欺诈。”那公子哥一听这话，吓得连连磕头，说：“大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家里头实在是太难了。咱爹他临终前说，只有你能救咱家，只有你能让咱家重振门楣。”李大柱瞅瞅他们，心里头那个无奈哟，就跟被雨淋了似的，湿漉漉的。他想，自己这一辈子咋就摊上这事儿了呢？他瞅瞅窗外的天空，瞅瞅屋里的摆设，心里头那个迷茫哟，就跟被雾困住了似的，找不到出路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奶奶，想起了村里头的乡亲们，想起了自己这一路上的经历。他心里头那个坚定哟，就跟被钉子钉住了似的，再也不动摇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不用说了，我不会留下来的。我是云水村的人，我得回去。那里有我的奶奶，有我的乡亲们，有我的根。”那公子哥一听这话，吓得脸都白了。他连连磕头，说：“大柱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啊！你要是走了，咱家就真完了。”李大柱瞅瞅他，说：“你们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不能对不起奶奶，不能对不起乡亲们，我这一辈子就图个良心安。”
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。那公子哥儿和老头看着李大柱的背影，眼里都露出了绝望的神色。他们知道，这一走就再也留不住他了。李大柱一路狂奔，回到了云水村。他背着救灾粮回到了家里。奶奶见他回来了，高兴得直抹眼泪。他说：“奶奶，我回来了，咱有粮了，咱能活下去了。”奶奶瞅瞅他，瞅瞅救灾粮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哟，就跟被春风吹了似的，暖洋洋的。他搂着李大柱说：“好孙子，奶奶就知道你能行。”从那以后，李大柱就留在了云水村。他领着乡亲们开垦荒地，种庄稼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他也时常想起那个自称是他哥的公子哥和那个躺在床上的老头，心里头那个滋味哟，就跟吃了五味杂陈的糖葫芦似的，啥味儿都有。但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图个良心安。他相信，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，自己就能活得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男子进山打猎，道士将他拦住，他将道士踢倒在地。今个咱不讲那京城胡同里的家长里短，也不提江南水乡的烟雨朦胧，咱聊聊西南边陲一座深山里头的事儿。那地方山高林密，云雾缭绕，传说里藏着不少古怪。故事发生在民国年间，有这么一位男子，姓李，名叫大壮，是个地道的猎户，家住山脚下一个名叫杏花村的小村子。李大壮人如其名，身板结实，力大无穷，一把猎枪使得出神入化，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打猎好手。每年冬天，他都会进山深处捕些野味回来，换些银钱补贴家用，也给村里人带点野味尝尝鲜。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整个山林银装素裹，一片白茫茫。李大壮眼看家里的粮食快吃完了，便决定再次进山。临行前，他媳妇翠花给他准备了厚厚的棉衣，还有干粮和火药，嘱咐他小心为上。李大壮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。再说这山我进进出出多少回了，闭着眼睛都能走。”说完，他背上猎枪，提着镰刀，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茫茫雪原。一连几天，李大壮都在山林外围转悠，打了几只兔子和几只野鸡，收获不算丰厚，但也够家里吃上一阵子。他心里琢磨着，要想多打点猎物，还得往山里头走走。于是，在一个清晨，他带上干粮和水壶，踏上了通往深山的小路。这山路越走越险，树木越来越密，脚下的积雪也越来越厚。李大壮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个不小心掉进雪窟窿里。走了大半天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他也没见到什么大猎物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正当他打算找个地儿过夜时，突然间，一阵奇怪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林子里传来，像是风声，又像是某种野兽的咆哮。李大壮好奇心起，悄悄靠近声音来源，拨开灌木丛一看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。只见一个身穿道袍的老道士正站在一棵大树下，手持一把拂尘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像是在做法。那道士面色苍白，眼神却异常明亮，身上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神秘气息。李大壮心里犯嘀咕，这深山老林的，哪来的道士？他刚要开口询问，只见那道士猛地转过头来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年轻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速速离去，否则将有血光之灾。”李大壮一听这话，心里老大不乐意，心想：你这老道士神神叨叨的，凭什么让我走？他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说老道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我进山打猎，关你什么事？”道士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有所不知，这山中近日有妖物出没，已经害了不少人了。我云游至此，
本想除妖卫道，奈何法力有限，只能劝人远离。李大壮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说老道，你是不是话本看多了？这世上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，都是人自己吓唬自己。”说完，他也不理道士，转身就要走。道士见状，急忙伸手阻拦，说：“年轻人，切不可大意，那妖物狡猾异常，你若执意留下，恐难逃厄运。”李大壮不耐烦了，一把推开道士，说：“少废话，老子打猎这么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”说完，他迈开大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道士望着李大壮的背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。”李大壮继续往山里走，越走越觉得不对劲。这林子里的气氛似乎越来越压抑，连鸟叫声都听不见了。他心里开始发毛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堂堂7尺男儿，怕什么妖魔鬼怪？于是他壮起胆子，继续前行。天渐渐黑了，月亮挂在树梢头，洒下一片银白。李大壮找了个山洞，生了堆火，打算将就一晚。刚坐下没多久，他就听到外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。他警觉地拿起猎枪，对准洞口，低声喝道：“谁？出来！”洞外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声呼啸。李大壮等了一会儿，没见动静，心想可能是自己听错了，便放松了警惕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突然从洞口窜了进来，直奔他而来。李大壮眼疾手快，一枪打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黑影应声而倒。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那哪里是什么野兽，分明是一个人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。李大壮胃里一阵翻腾，差点吐出来。他强忍着恶心，仔细查看尸体，发现这人竟然是他同村的二狗子。二狗子平时跟李大壮关系不错，两人经常一起进山打猎。李大壮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会在这里遇到二狗子的尸体，而且死得如此凄惨。他心里一阵恐惧，想起道士的话，不禁后悔起来。但是已至此，后悔也没用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就在这时，洞外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，那声音阴森森的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李大壮握紧猎枪，紧张地四处张望。只见那笑声越来越近，最后停在洞口，一个披头散发、浑身血污的人影缓缓走了进来。那人影脸上没有五官，只有一张血盆大口，张开着，露出2排锋利的獠牙。李大壮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他知道这就是道士所说的妖物。他强作镇定，举起猎枪，对准那妖物就开了一枪。然而那妖物仿佛有某种魔法，子弹竟然从他身体里穿了过去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李大壮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这妖物如此厉害。那妖物步步逼近，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，仿佛在嘲笑他的无能。李大壮退无可退，只能背靠着石壁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突然听到一声大喝：“孽畜，休得伤人！”紧接着，一道金光从洞口射了进来，照在妖物身上。那妖物顿时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体开始冒烟，不一会儿就化为一滩脓水。李大壮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那位道士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面前，手里拿着一张符纸，正念念有词。道士收完法，转头对李大壮说：“年轻人，这下你可信了？这山中妖物横行，若非我及时赶到，你恐怕也难逃一劫。”李大壮感激涕零，连连道谢。道士却摆摆手，说：“不必客气，你我有缘，我自当助你。但此地不宜久留，你还是赶紧下山去吧。”
李大壮点头答应，收拾好东西，跟着道士往山下走去。一路上，道士给他讲了许多关于这山中妖物的故事，听得李大壮心惊胆战。原来这山中原本有一座古庙，庙里住着一位高僧，镇守着一只千年妖狐。后来高僧圆寂，妖狐趁机逃脱，开始在山中作恶。这些年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他手里了。李大壮越听越害怕，心想自己这次真是捡回了一条命。他暗暗发誓，以后再也不进山打猎了，宁愿在家里种地，也不愿再冒这个险。两人走走停停，天亮时分，终于走出了山林。李大壮望着熟悉的村庄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回头看了看道士，只见道士正微笑着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慈祥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道士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去吧，孩子，好好生活，别再回来了。”李大壮点点头，转身向村里走去。他刚走出几步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扑通一声。他回头一看，只见道士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他急忙跑过去，扶起道士，却发现道士已经没了气息。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，仿佛完成了什么使命一般。李大壮愣住了，他没想到道士会就这样死去。他心里一阵悲痛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他知道这位道士是为了救他才耗尽了自己的生命。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为道士立一座碑，让后人记住他的恩情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将道士安葬时，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浮出了水面。李大壮抱着道士的尸体，心里头五味杂陈，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一个劲儿地往下掉。他琢磨着，这道士为了救自己，连命都搭上了，自己说啥也得给他办个风风光光的葬礼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无意间瞥见了道士衣兜里头露出的一角黄纸。他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这黄纸他认识，是村里头老萨满用来画符的。他揣着黄纸，背着道士的尸体，一路小跑回了村。一进村，他就直奔村长家。村长是个见多识广的老头，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归他管。李大壮把道士的事儿跟村长一说，村长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这深山里头还真有妖魔鬼怪的事儿。李大壮一听，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这道士还有这么大的来头。村长接着说，这黄纸上的符号是萨满用来镇压妖物的，看来那道士临死前是想告诉你，这山里的妖物还没除尽，你得接着他的活，继续干下去。李大壮一听这话，心里头直打鼓。他就是个猎户，哪会啥萨满法术啊？可村长却说，大壮啊，你别怕，萨满法术虽然深奥，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。你先把这黄纸收好，等找到合适的萨满传人，再让他教你。李大壮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他把道士的尸体安葬在村后的小山坡上，立了块碑，上面写着义士之墓。村里人听说这事儿，都纷纷来祭拜，感谢道士的救命之恩。就在李大壮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村里头来了个陌生人。那人自称姓刘，是个游走的萨满。李大壮一听，眼睛立马就亮了。他赶紧把刘萨满请到家里，好酒好菜地招待着。席间，他拿出那张黄纸，跟刘萨满说了道士的事儿。刘萨满接过黄纸，仔细看了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事儿我接了。这黄纸上的符号是我师祖传下来的，看来那道士跟我师祖有些渊源。”李大壮一听，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。他赶紧给刘萨满磕了几个头，感谢他的大恩大德。刘萨满却摆摆手，说：“大壮啊，你不用谢我，我既然接了这事儿，就得把它办好。不过这萨满法术可不是闹着玩的，
你得有心理准备。”李大壮连连点头，说：“萨满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啥苦都能吃，啥罪都能受。”刘萨满看着他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刘萨满开始教李大壮萨满法术。他先从最基础的咒语和手势教起，然后逐渐深入，教他如何与神灵沟通，如何召唤灵兽。李大壮学得认真，进步也快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掌握了不少萨满法术。这天，刘萨满对李大壮说：“大壮啊，你学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得进山了。那妖物狡猾异常，咱们得趁他不注意，一举将他消灭。”李大壮一听，立马来了精神。他拿起猎枪，背上干粮和水壶，跟着刘萨满就进了山。一路上，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生怕惊动了那妖物。走了大半天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那座古庙前。只见庙门紧闭，周围一片死寂。李大壮心里头直打鼓，他不知道那妖物会不会突然冲出来，把他们俩都吃了。刘萨满却显得异常镇定。他走到庙门前，闭上眼睛，嘴里开始念念有词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一脚踹开了庙门。只见庙里头漆黑一片，啥也看不见。李大壮紧跟在刘萨满身后，手里紧紧握着猎枪。他们摸索着往前走，突然一阵阴风吹来，李大壮只觉得浑身一冷，紧接着他就听到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那笑声阴森森的，让人毛骨悚然。李大壮心里头一紧，他知道那妖物来了。他赶紧举起猎枪，对准声音来源的方向。就在这时，刘萨满突然大喊一声：“孽畜，看招！”只见刘萨满手里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把萨满法杖，他挥舞着法杖，嘴里念念有词。紧接着，一道金光从法杖上射出，直奔那妖物而去。那妖物显然没想到刘萨满会来这一手，他惨叫一声，身体开始冒烟。李大壮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扣动扳机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妖物应声而倒。李大壮跑过去一看，只见那妖物已经变成了一滩脓水，恶臭扑鼻。他心里头一阵恶心，但更多的是庆幸。他知道自己终于为道士报了仇，也为村里人除了一害。刘萨满看着李大壮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说：“大壮啊，你做得很好，这妖物已经除尽，咱们可以回去了。”李大壮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萨满大人，您先回去吧，我想在这庙里待几天，陪陪那位道士。”刘萨满理解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也好，那你自己小心。”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了。李大壮独自一人在庙里待了几天，他每天都给道士的坟头烧纸，跟他说话。他知道这位道士虽然跟自己素不相识，但却为了救自己搭上了性命。他暗暗发誓，自己以后一定要多做善事，积德行善，以报答道士的恩情。几天后，李大壮离开了古庙，回到了村里。他把自己这几天的经历跟村里人一说，大家都纷纷夸奖他勇敢。李大壮却谦虚地说：“这都是萨满大人的功劳，我只是打了个下手。”从此以后，李大壮在村里头的名声更响了。他不仅是个打猎好手，还是个除妖英雄。每当有人提起他，都会竖起大拇指，夸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而李大壮呢，他也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，继续过着平凡而又充实的生活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财主欠钱不还，木匠在他家埋木人，妻子知道后羞红了脸。在清末民初那会儿，在山西晋南有个叫柳河湾的村子，村里有个姓刘的大财主，人称刘八皮。这刘八皮家境殷实，骡马成群，良田千顷，是柳河湾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。然而，这刘八皮却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，更是抠门到家，
一毛不拔。平日里，村里的百姓谁要是和他打交道，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被他算计了去。这刘扒皮有个毛病，那就是喜欢借钱，但借了却从不归还。村里人碍于他的权势，敢怒不敢言。时间一长，这刘扒皮便越发嚣张，成了柳河湾的一霸。在柳河湾的东边住着一个木匠，名叫李大山。李大山手艺高超，为人厚道，平日里靠着打制家具和修缮房屋为生。他本是个本分人，从不与人结怨，但偏偏和刘扒皮有过节。3年前，李大山的妻子生了重病，需要一大笔钱医治。李大山走投无路，只好硬着头皮向刘扒皮借钱。刘扒皮当时倒是爽快，借给李大山20两银子，但利息却高得吓人。李大山为了救妻子，只好咬牙答应。3年过去了，李大山辛苦劳作，好不容易攒够了本金和利息，准备还给刘扒皮。可谁曾想，这刘扒皮却翻脸不认账，硬说李大山欠他的钱没还。李大山据理力争，刘扒皮却派人将他打了一顿，还将他赶出了家门。李大山吃了亏，心里窝囊，但又无计可施。他知道自己斗不过刘扒皮，只好忍气吞声。不过这口气他始终咽不下，总想着找个机会报复刘扒皮。一日，李大山在村口遇到了一个游方的道士。这道士鹤发童颜，仙风道骨，一看就不是凡人。道士见李大山愁眉苦脸，便主动上前搭话：“这位小哥，看你面带忧色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儿？”道士问道。李大山叹了口气，将刘扒皮欠钱不还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道士。道士听罢，微微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个木人，递给了李大山：“小哥，这木人你拿去，埋在刘扒皮家的院子里，3日之后自有分晓。”道士说完，转身离去。李大山拿着木人，半信半疑，但想到道士那神秘莫测的样子，他又觉得这事儿或许能成。于是趁着夜色，他悄悄来到刘扒皮家，将木人埋在了院子里。3日之后，刘扒皮家果然出事了。先是家中的牲畜莫名其妙地死了几只，接着是家里的粮食无缘无故地发霉变质。刘扒皮心疼得要命，却又找不出原因。又过了几日，刘扒皮的妻子王氏突然病倒了。这王氏平日里身体硬朗，从未生过大病，可这次却病得离奇，整日躺在床上，面黄肌瘦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刘扒皮请遍了村里的郎中，可郎中都束手无策。眼看着王氏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刘扒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。这天夜里，刘扒皮坐在王氏的床边，唉声叹气。突然，他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低声嘀咕。刘扒皮心生好奇，悄悄来到窗边，打开窗户，向外望去。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身穿黑衣的陌生人，正对着埋木人的地方念念有词。刘扒皮心中一惊，暗想这人深夜来此，定是来偷东西的。他刚要大声呼喊，却见那陌生人从怀中掏出一个木人，与道士给李大山的那个一模一样。刘扒皮心中更加疑惑，他悄悄溜出房间，来到院子里，躲在暗处观察。只见那陌生人将木人埋好后，转身离去。刘扒皮趁机上前，将木人挖了出来，仔细端详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屋里传来王氏的尖叫声。刘扒皮一惊，忙跑进屋去。只见王氏满脸惊恐，指着床边的一个黑影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鬼啊！”刘扒皮顺着王氏的手指看去，只见床边果然站着一个黑影，与刚才院子里的陌生人一模一样。刘扒皮吓得浑身哆嗦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那黑影却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刘扒皮，
你欠债不还，天理难容。今日我特来讨债，限你3日之内将所欠之债还清，否则定让你家破人亡。”说罢，黑影化作一道青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刘扒皮瘫坐在地上，半天才缓过神来。他望着手中的木人，心中明白了几分。原来这木人是李大山埋下的，倒是施了法术，让刘扒皮家遭了报应。刘扒皮不敢怠慢，忙派人将李大山请到了家中。他跪在李大山的面前，连连磕头，求李大山原谅他，并答应将所欠之债如数奉还。李大山见刘扒皮如此狼狈，心中暗自得意。他假装大度地说：“刘老爷，你起来吧，只要你肯还钱，这事儿就算了。”刘扒皮千恩万谢，忙命人取来银子，交给了李大山。李大山数了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本溪合计的数目。他揣起银子，转身离去。刘扒皮望着李大山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懊悔不已。他知道自己这次是栽了大跟头，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得罪人了。王氏的病情在李大山离开后，竟奇迹般的好转了。他躺在床上，回想起那夜的黑影和道士的木人，心中隐隐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。他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刘扒皮，刘扒皮却不敢多说，只是敷衍了事。然而这事儿却在村里传开了，村民们议论纷纷，都说刘扒皮这是遭了报应，欠债不还，天理难容。刘扒皮听了这些话，脸上无光，只好闭门不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刘扒皮家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但王氏的心里却始终有个疙瘩，他总觉得这事儿没完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亲自去找李大山问个明白。这日午后，王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来到了李大山的家中。李大山见王氏突然来访，有些意外，他忙将王氏请进屋中，让座倒茶。王氏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然后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我来找你，是想问问你，那夜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中咯噔一下。他没想到王氏会来找他问这事儿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那夜的事儿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或许是刘老爷家自己作孽，遭到了报应吧。”王氏见李大山不肯说实话，心中更加疑惑。他放下茶杯，盯着李大山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你是个老实人，我不想瞒你。那夜的事儿，我隐隐觉得与你有关。你若不说实话，我就去找村里的长者评理。”李大山被王氏逼得没法，只好将道士给他木人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氏。王氏听罢，脸上先是露出惊讶之色，接着又羞得满脸通红。他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这事儿我其实早就该想到的。刘扒皮欠债不还，确实该遭报应。只是我没想到这事儿会牵扯到你。你为了帮我，不惜得罪刘扒皮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”说罢，王氏站起身来，向李大山深深鞠了一躬。李大山忙上前扶起王氏，说道：“嫂子，你这是干啥？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。”王氏抬起头，望着李大山，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光。他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以后你若有啥难处，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尽力帮你。”李大山听了这话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王氏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这事儿他一定会守口如瓶。他拍了拍王氏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啥难处的。只要你和刘老爷以后别再欺负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王氏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你放心，
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了。”说罢，王氏转身离去。李大山望着王氏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这事儿虽然过去了，但留给他的教训却是深刻的。他暗暗发誓，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了。从此，刘扒皮和王氏果然收敛了许多，不再欺负村里的百姓。而李大山也因为这事儿，在村里赢得了好名声。他依旧做着木匠的活计，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都会想起那夜的事儿，心中暗自庆幸。他知道是那道士的牧人和王氏的知恩图报，让他躲过了一劫。且说那王氏自打从李大山家回来后，整个人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以往在村里，他总是趾高气扬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可如今，他见了谁都笑眯眯的，和气得很。村里人都说，这王氏怕是撞了邪了，怎么突然转性了呢？只有王氏自己心里清楚，他这是被李大山的善良和朴实给打动了。他想着，自己以前跟着刘扒皮没少干缺德事儿，如今遭了报应，也是活该。但李大山却不同，他为了帮自己，不惜得罪刘扒皮，这份情谊他得记一辈子。这日午后，王氏正坐在院中晒太阳，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他忙起身出门查看，只见刘扒皮正和一个陌生人在门口争执。那陌生人穿着一身道袍，手持一根桃木杖，看上去像个道士。王氏心中一惊，暗想这道士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？他忙上前问道：“咋回事儿？咋在门口吵起来了呢？”刘扒皮见王氏出来，忙说道：“娘子，这道士说他是你请来的，要帮咱家驱邪。可我看他就是个骗子，想骗咱家的钱。”王氏一听这话，心里明白了七八分。他望着那道士说道：“道长，是我请你来的。我听说你道法高深，想请你帮我家看看，是否还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”道士听罢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夫人放心，贫道定当尽力而为。”说罢，道士手持桃木杖，在刘扒皮家的院子里转了起来。他这儿瞅瞅，那看看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转了一圈后，他停在了埋木人的地方，指着那儿说道：“夫人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”王氏心中一紧，暗想这道士果然厉害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。他忙问道：“道长，这究竟是咋回事？”道士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这木人乃是一道邪术，他被人埋在此处，吸取了你家的气运，导致你家破人亡。好在夫人及时发现，不然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刘扒皮听罢，吓得浑身哆嗦，忙问道：“道长，那这邪术该咋解呢？”道士从怀中掏出一张黄符，贴在木人上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不一会儿，只见那木人突然冒出一股黑烟，接着便化为了灰烬。道士收起黄符，说道：“邪术已解，夫人放心便是。”王氏望着道士，心中感激不尽。他忙从屋里取出一些银两，递给道士，说道：“道长，这点心意你收下。”道士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夫人客气了，贫道云游四海，施法救人，乃是分内之事，银两就免了，夫人留步。”说罢，道士转身离去。王氏望着道士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暗暗称奇。他知道这道士绝非凡人，定是上天派来帮他的。自打道士驱邪后，刘扒皮家的日子果然好了起来。家中的牲畜再也没死过，粮食也长得郁郁葱葱。刘扒皮见状，心中大喜，对王氏也更加疼爱了。然而，王氏心里却始终有个结。他知道，这邪术虽然解了，但欠李大山的情却永远也还不清。他想着，得找个机会好好谢谢李大山，不然的话，他这心里总是不踏实。
这日午后，王氏提着一些礼物来到了李大山的家中。李大山见王氏突然来访，有些意外，他忙将王氏请进屋中，让座倒茶。王氏将礼物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这点东西你收下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李大山忙推辞道：“嫂子，你这是干啥？我哪能要你的东西呢？”王氏却执意要李大山收下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你就别客气了。你为了帮我，得罪了刘扒皮，这份情谊我得记一辈子。这点东西，就算是我的一点谢意吧。”李大山见王氏如此真诚，只好收下了礼物。他说道：“嫂子，你太客气了。其实这事儿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只要你和刘老爷以后好好做人，别再欺负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王氏听了这话，心中更加感激。他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对了，大山兄弟，你有没有啥难处？要是有的话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一定尽力帮你。”李大山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嫂子，其实我还真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。”王氏忙问道：“啥事儿？你说。”李大山说道：“我娘年纪大了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我想请个大夫给她老人家看看，可手头又没钱。嫂子，你能不能先借点钱给我，等我有了钱，马上还你？”王氏听罢，二话不说，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递给李大山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这钱你先拿着，给你娘看病要紧。啥时候有钱了，啥时候还我。”李大山接过银子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说道：“嫂子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你放心，这钱我一定尽快还你。”王氏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说罢，王氏起身告辞。李大山将王氏送出门口，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做人，报答王氏的恩情。自打王氏借了钱给李大山后，两家人的关系更加亲近了。李大山隔三差五的就会提着些自家种的菜蔬瓜果去刘扒皮家串门。刘扒皮见李大山如此懂事，心里也很高兴，时不时的还会留他在家吃饭。转眼间1年过去了。这天午后，李大山提着一只刚打来的野兔，来到了刘扒皮家。他刚进门，就见王氏满脸愁容地坐在院中。李大山心中一惊，忙问道：“嫂子，你这是咋了？咋愁眉苦脸的呢？”王氏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大山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家最近出了点事儿。”李大山忙问道：“啥事儿？你说。”王氏说道：“我家那口子最近迷上了赌博，他整天往赌场跑，输了不少钱。我劝他，他也不听，还跟我动手。我这心里真是愁死了。”李大山听罢，心中也很着急。他说道：“嫂子，你别太担心，这事儿我得管管，不能让他这么胡来。”说罢，李大山放下野兔，转身出了门。他来到赌场，找到了正在赌钱的刘扒皮。他一把抓住刘扒皮的胳膊，说道：“刘老爷，你咋能这么胡来呢？你家嫂子都愁死了，你咋还有心思在这儿赌钱呢？”刘扒皮见是李大山，心中有些不悦。他甩开李大山的手，说道：“你算哪根葱？凭啥管我？”李大山却不肯罢休，说道：“刘老爷，你别忘了，你欠我一条命呢。你要是再这么胡来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刘扒皮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他想起1年前那道士驱邪的事儿，心中不禁有些害怕。他忙说道：“好好好，大山兄弟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回家，以后再也不赌了。”说罢，刘扒皮跟着李大山回了家。他见王氏正坐在院中抹眼泪，心中也很愧疚。
他走上前说道：“娘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，你别哭了。”王氏见刘扒皮真心悔改，心中也很欣慰。他说道：“只要你能改过自新，我就原谅你。”自此以后，刘扒皮果然戒赌了。他安心在家务农，和王氏一起过起了平平淡淡的日子。而李大山呢，也因为这事儿，在村里赢得了更多的尊重。他依旧做着木匠的活计，但心里却更加踏实了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行得正，做得端，就一定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。岁月如梭，光阴荏苒，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。李大山和刘扒皮都老了，村里的年轻人也都不再记得那段往事了。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大山和刘扒皮都会想起那段经历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们知道，是那段经历让他们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也让他们懂得了珍惜眼前的幸福。故事的最后，我想说，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，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善良和勇敢的心，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珍惜眼前的幸福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